铁锤，哎，咱们开车去东北吧。去吧，过几天就去。这不准备好几年了吗？今年终于可以自由出行了。这车能行吗？行，咋不行？我一直在改装嘛，这几年，就为了应付东北的这个严寒天气。可是这底下还是冷啊。冷，我给你改，继续改。你看这个原车的采暖的出风口在这面，坐在这儿，它肯定腿还会冷，暖风吹不到那儿。给你这儿加一个暖风的出风口。看这水路这么复杂，就是前几年改的，把水箱内的水抽出来，经过这个柴油暖风机下面的这个换热器，把水加热，水不停的循环，热水通过它加热后循环热水，然后让它从这儿进去，从这儿出来，热这个散热器就热了，再通过风扇把热风吹出来，从这底下这个板子开个口，就吹到你的腿上了。好复杂呀。还行吧，开干吧。就是要给这前面开个孔，对，开个小窗户。这样不用量，它爱什么尺寸就什么尺寸，照着这个印子的位置直接开孔就行了。这个框不用特别精准，主要是这几个定位孔要精准的定上去。这4个点儿。这张纸就没用了。开这么大个窗户，整那么大个洞，这是啥？锯，电锯，马刀锯。房车主的手里真是啥工具都有啊。这个暖风的开关给它装哪儿呢？放这儿。会不会误触啊？放这儿应该不会。那接电方便吗？方便。这就能装进去了。等会儿接上线再装。好，孔打完了。这些都啥呀？快接口。行了。别转。哎，下不去，下不去，下不去。你上面不就可以用电动的了吗？看这儿，不是那么严丝合缝，抹点胶，让它的风道密闭，省得跑气。这是啥胶呀？缅甸胶，天凉，胶挤的都费劲。外面4度，车里12.8度。那你这胶不会热风的时候给烤化了吧？不会，它不是热熔胶，热熔胶棒它会化，这是缅甸胶。这是直接贴在那个壁上。对，也是增加这个风道的气密性。
热水接过来，接到这个散热器里。这根管不太够长，把这个拆下来。水管不够长，再接一段水管。对，接水管就得改口，接口就不对了。本来打算直接那个波纹管接到这个上面的，结果不够长。这又是个啥工具啊？嘿嘿，切管的刀，简易的切管的刀。因为家用没有那么大的量，所以用这种简易的。让我看看。嘿嘿，好玩。切管，它能切的比较齐。你如果直接用剪刀剪之类的，把管就剪扁了。你弄了个弯头。对。这不会漏水吗？不会，这种东西很可靠。倒角，相当于把这管的边缘倒个角，这样就很容易就插进去了，而且不容易损坏里面的那个密封胶圈、O 型圈。这些管你都分得清楚谁是谁吗？这些都是自己动手改的，必须得能分清。如果长时间不看的话，可能会忘，但是现场打开再捋一遍就清楚了。再把这两个头接上，水路就完成了。再接个电线，这就差不多了，就可以测试了。你是准备了多长的管啊？这几年一直在用。好了，这水路就接完了，热水从这个燃油加热器的换热器里流出来，走到这个散热器里，再出来，从整个车的水路里整个循环一遍，整个水管都不会结冰，然后水箱也就加热了，我们就可以去东北了。现在测试这个管路的密闭性加压。压力上来了，等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漏水的地方。我们动了的这几个接头都没有水，密闭性没问题，水路 OK。现在就插个电了，风扇接上电，开干，继续。你的电从哪儿接呀？从循环泵这块儿，这儿有一颗电，从这儿取电。拨线钳啊？对呀，这个我认识。好，从这儿水泵这儿取电，这是负极，这是正极。腕表量一下，这是正，应该是12伏，12伏，看见了吧？线不够长。风扇线不够长，得延长一下，把接头不要了。好久没玩绳子了，接线就是玩绳子，要打一个抓结。看，拉不掉，结实。再往回窝一下，用热缩管封上它。这就是热缩管啊。加热收缩，
它能代替绝缘胶带。绝缘胶带不是更方便吗？用这个更方便。绝缘胶带直接缠不就行了？缠的它有可能会松开，有可能会松动。火机一烧，这个管就收缩紧了。翻一面，比绝缘胶带好使。接另一根线，再绑一个抓结。不知道电工叫这个名字叫什么，反正对我来说，这就是一个抓结，跟玩绳子是一样的。很结实，再折一下，好嘞。不会把线烧坏吗？行，接好了。哦，你是粗的是把两根都弄起来？对，短吧你这个？没问题。它的作用不是为绝缘，是为了把线固定好，这是为了绑线，把线整理干净利索了得。好，这就可以插开关了。留意一下啊，这个是负极的，插到负极上。先不插那么结实，试一下。然后电源的正极，呀，一下怼进去了。你就那样吧。给电，嘿，风扇转了。哇，这风扇那么大风啊！这底下风好大。好，砸下去了。弄完了，我试一下。驻车的暖风。来，喝茶。谢谢。凉了吗？温的。暖风吗？暖和嘞，就是有点吵。换个静音风扇，回头这风扇太吵了。